作为装甲界的终极缝合怪，站位上的钢铁保卫主义者，北约三杰里的重量级大咖，名副其实的陆战堡垒，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挑战者3。在2026年的防务展上，如果你走进那座充满机油与硝烟味的重装甲展厅，你会被一种极其压抑的冷光所包围。那是3台代表了人类战争工业最高水平的钢铁巨兽在无声对峙，它们不仅仅是机器，更是3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哲学，在2026年这个时间点上进行的巅峰对撞。作为大英帝国的装甲独苗，挑战者3以一种英德混血的奇特姿态高调问世。最近几年，从东欧战场的硝烟史册，再到北约防线的步步紧逼，挑战者2的影子还在徘徊，挑战者3的炮声已经打响。这架重达80吨，曾固执守着线膛炮传统不撒手，如今却换上德国大脑的巨兽，它的进化史简直就是一部大英帝国的打脸史。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场被称为北约3杰的王位争夺战中，是选择英式传统的厚重防御，还是德式标准的全能均衡，亦或是美式逻辑的白纸重启？这架被誉为北约最强防守的陆战霸主身上的巨大转折，究竟是英国憋意的工程师终于在德国莱茵金属面前低了头，还是说在这个看似妥协的设计背后，隐藏着他想在2040年战场上称霸陆地的终极野心？而在2大顶级高手的夹击下，挑战者3究竟靠什么守住大英帝国最后的装甲尊严？它的出现又将如何重新定义现代战争中那条日益脆弱的装甲生命线？说起挑战者3，我们首先得聊聊那场足以让英国老兵心碎的换炮仪式。大英帝国坚持了几十年的 L30A1 线膛炮，在2026年被彻底送进了博物馆，取而代之的是德国人的120毫米 L55A1 滑膛炮。这种转变在军迷圈里被称为心脏外科手术。要知道，线膛炮曾是英国绅士最后的体面，他们为了发射最引以为傲的碎甲弹，硬是在全世界都玩滑膛炮的时代，孤独地守着那些旋转的膛线。但在2026年的数字化战场上，体面在绝对的穿甲面前一文不值。线膛炮虽然能打碎甲弹，但在发射动能穿甲弹时，线膛带来的摩擦和自转消耗，让它在面对厚重的复合装甲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工程师没有选择死磕传统，而是直接引入了莱茵金属的顶级技术。这种从情怀向效率的低头，虽然牺牲了帝国傲气，却换来了真正能够击穿一切的硬实力。那么问题来了，换了德国炮的 CR3 和美国人的 MEAR SCP-V4 相比，谁才是2026年的远距离狙击王？这是一场关于火控上限的极致博弈。在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美军的 SCP 系列火控已经是天花板，但挑战者3玩的是后发制人。它的全新数字化火控系统本质上是在压榨这根 L55A1 炮管的物理上限。工程师通过更先进的计算法，将大气参数、炮管振动，甚至是由于温差造成的微小形变，全部纳入了射击诸元的计算中。在2026年的实测对比中， CR3 展现出了令人恐惧的远距离精准度。即便是在4000米开外的极端距离，数字化大脑也能让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命中目标。这种对物理上限的精准掌控，让它在远距离狙击这个细分领域，隐隐有超越 MEAR SCP-V4 的势头，成为了战场上真正的冷血猎人。不过理论说再多，不如战场走一遭。挑战者3的防御进化有多硬核，还得看他吸收了多少血泪教训。随着乌克兰战场上挑战者2的首损记录传回伦敦，英国的设计师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在现代战场上，坦克的威胁不再只来自正面，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尤其是头顶上的 FPV 炸弹。于是在挑战者3身上，我们看到了最极端的天灵盖架构。设计师为它研发了代号法纳姆和埃普索姆的新型模块化装甲，重点照顾了坦克的顶部区域。这种装甲不仅能防弹，更在材料学上对抗反坦克导弹的金属射流进行了针对性的优化。与此同时， CR3 还集成了一套堪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黑科技——主动防御系统 APS。 无论是飞向炮塔的自杀式飞机，还是从高空坠落的攻顶导弹，在进入 CR3 的危险红线之前，都会被雷达瞬间锁定，并用拦截弹在空中直接点名。这种硬杀伤能力是 CR3 在现代高烈度战场上生存的底气。除此之外，针对乌克兰满地的地雷陷阱， CR3 的底盘也进行了2次加固，吸取了前线最真实的惨痛教训。而在漆黑的夜晚， CR3 的第3代热成像仪就像给坦克装上了上帝之眼，能在4000米外清晰捕捉敌人的轮廓。这种感知力让它不再是一个盲目冲锋的铁疙瘩，而是一个藏在暗处的冷血狙击手。除了头顶上的威胁，脚底下的危险同样致命。吸取了乌克兰战场满地雷区的惨痛教训， CR3 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底部革命。
它的底部防护组件经过了2次加固，不再是薄弱的钢板，而是能有效分散爆炸冲击力的复合性能结构。这种设计让它在遭遇地雷或简易爆炸装置 AED 时，能最大限度保住内部士兵的生命。毕竟在现代战争中，坦克可以再造，训练有素的士兵才是最昂贵的资源。如果你以为防御只是叠甲，那就太小看2026年的军事科技了。生存的本质有时是不被发现，这就是 C-23 引以为傲的热成像博弈。实测数据揭秘 ，C-23 搭载的第3代热成像系统能在全黑的夜晚清晰锁定4000米外的敌方坦克轮廓。这意味着在对方还没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扣动了扳机。更精妙的是它的热纹路遮蔽。设计师在 C-23 的外表喷涂了新型隐身涂层，并优化了发动机的排烟散热路径。这种设计旨在避开挂在天上的高分辨率红外侦察卫星和漫天乱飞的红外传感器，让这个接近70吨的巨兽在热成像仪的世界里变成了一抹若有若无的冷色调干扰。而在它的内部，挑战者3已经不再只是一台载具，它是一个带履带的移动数据中心。现代战争比拼的不再是铁甲厚度，而是谁的算法更快。C-23集成了极其先进的 AI 辅助系统，在复杂的城市废墟或者森林里， AI 能通过传感器在1秒内从杂乱的背景中揪出那个躲在窗户后面正准备发射导弹的敌人。它能实现一人发现全网同步，数据链将目标坐标瞬间发给无人机和后方火炮。在这种数字化水平面前，像 T90M 这样的传统坦克在遭遇战中的反应速度几乎要慢上个半拍。谈到钱，英国人的心可能在滴血。2026年，每辆挑战者3的平均造价高达惊人的790万美元，这还没算前期的研发摊销。为什么这么贵？首先是那个全新的数字化炮塔，与其说是升级，不如说是重造。它不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整个作战大脑的彻底翻新。再加上高尖端的 AI 火控和那些像吞金兽一样贵的主动防御系统，每一处尖端科技都在烧钱。在这张天价账单背后，谁才是真正的主导者？虽然名义上是英德合资的 RBSL，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核心火力、炮塔逻辑，甚至生产流程，都充斥着浓郁的德国工业基因。这甚至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关于防务自主权的激烈讨论。虽然这个项目在英国本土创造了约750个高端岗位，但尴尬的悖论在于，英国陆军最终只计划接装148辆。在大规模冲突中，这148辆精锐够用吗？英国人的策略是以质补量，用极高的生存率和数字化优势去抵消数字上的劣势，这无疑是一场关乎国运的豪赌。最后，让我们把挑战者3放在全球视野下，看看它与另外2位北约剑客的巅峰对撞。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北约3杰大横平。第一位是大英帝国的守门人挑战者3，他像是一个典型的不信邪、不低头的堡垒，用最笨、最重、最厚的方式向世界宣告：只要我打不动，你就是输了。第二位是欧洲装甲的绝对标杆豹尔 A8， 这是一家集成了德国人对坦克平衡性近乎变态理解的产物。它就像是一个精密的瑞士表，每一处设计都追求极致的和谐。第三位是美国赌上国运的翻身之作 M1E3， 他放弃了此前不断打补丁的思路，采取了推倒重来的果断决策，试图用全新的数字化身躯去解决阿布拉姆斯系列那日益臃肿的噩梦。这3者同台不只是性能参数的简单罗列，而是一次关于坦克该往哪儿走的终极路线之争。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深挖一个最核心的矛盾，那就是 C-23 与豹尔 A8 的同门博弈。虽然在2026年的标准下，这2位欧洲大咖都低下了头，统一换上了德国莱茵金属的 I55A1 滑膛炮，在火力这个维度上，双方已经基本打成了平手。但在怎么抗揍这门生存学问上，英国人和德国人却走出了2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德国人的思路是极致的均衡主义。根据豹2型坦克那辉煌的演进史，最新的 A8 版本在维持了豹2系列傲视群雄的机动能力基础上，重点优化了炮塔前部的楔形装甲，并标配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在德国设计师看来，坦克就是一个全能的5项选手，如果我跑得更快，传感器更敏锐，出手更早，我的生存率自然就是最高的。这种思维让豹尔 A8 在广阔平原的遭遇战中拥有无人能及的战术灵活性，它就像是一个灵活的拳击手，靠身法和反击制胜。而英国人的思路则是硬核的重装主义。挑战者3的设计师完全不迷信所谓的机动性，在他们眼中，战场环境是复杂的，你总有跑不掉、躲不开的时候。于是 C-23 延续了英国人对乔巴姆多切斯特装甲血统的执念，它配备了厚重到夸张的侧裙板，加固了炮塔正面，以及针对城市战设计的全方位防护。这让 C-23 更像是一个移动的钢铁磨盘，或者是那一颗让敌方牙碜的钢珠。那么问题来了，谁的生存率更高？
实战和各种模拟演习给出了答案。如果你是在城市废墟的巷战中，或者是在狭窄峡谷的伏击圈中，亦或是需要死守某条关键战线的防守战地，挑战者3那层层叠叠的物理装甲能提供比豹 2A8 更令人安心的底气。因为豹 2A8 为了保证机动性，它的侧面和后部的物理防护层级相比于挑战者3来说，还是显得略微单薄了些。所以在2026年这种高烈度的消耗战中，313是那种能扛住对手第一波饱和攻击，甚至在被击中后还能面无表情进行反击的铁人。而豹 2A8 则是那个倾向于通过精准战术机动躲过对手重拳，再寻找机会回击的拳击手。这可能是整篇科普中最硬核也最让技术控兴奋的部分，那就是 C23 的深度魔改与 M1E3 的白纸重启。我们要先明白一个尴尬的事实，挑战者3并不是从零开始的产物，它的底座依然留着挑战者2的影子，甚至为了省钱，部分组件是基于老旧库存进行的翻新。这种做法在航空界叫延寿，但在装甲界这是一种被称为老树开花的巅峰艺术。323的逻辑非常务实，既然底盘还能用，那就不动它，把所有的预算、所有的技术重心、所有的重量指标全部砸在数字化炮塔和最强火控上。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让英国陆军能在极短的研发周期内迅速在2026年形成集战力。但代价也是沉重的，它的潜力已经被压榨到了物理极限，底盘再也承载不了更多的新鲜技术，它基本没有预留未来的升级空间。它代表的是传统坦克设计的最高终点。反观美国的 M1E3，美军在202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极其痛苦但果断的决定，他们发现继续给阿布拉姆斯打补丁已经让这辆坦克重到了连桥梁都压塌的地步。于是 M1E3 选择了推倒重来，它的逻辑是典型的未来主义，通过全新的无人炮打方案，配合混合动力系统以及大幅度的减重手术，试图把这个巨兽恢复到60吨以下的轻盈姿态。这是一种破茧成蝶式的自我革命，它的架构完全是面向未来的，预留了安装高能激光武器甚至是微型无人机蜂群接口的插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挑战者3是把昨天和今天发挥到了人类工业的极致，它代表的是已知技术的顶峰。而 M1E3 则是在豪赌明天，它代表的是未知变革的开端。对于急于在2026年保住装甲面子、急需集战力的英国来说， C23 是现实的最优解。而对于需要全球部署、长期维持霸权的美军来说， M1E3 才是未来的基石。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挑战者3那英德混血的外壳下跳动的是大英帝国最后的求生欲。它或许不再是纯粹的英国血统，但它确实守住了大英装甲兵最后的尊严。一个设计好不好看，或是不是纯血，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如何用最稳妥的方式让士兵在反坦克导弹的暴雨中活下来，并在几公里外一炮定乾坤，才是设计的核心。好了，关于挑战者3的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除了挑战者3，你还知道哪些为了实战不惜整容的经典武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